大家晚安，我是托托安。今天我们要将3间普通的小房间打造成木质系的疗愈空间。房间大小是4×4，真的非常小，是动物森友会里面最小的房型了。会选择这么小的房型，是因为前阵子听到有人说，现在年轻人喜欢住小房子，但这句话被年轻人们听到之后抗议说，不是我们喜欢住小房子，是现在房价太高啦，只买得起小房子啦。因为这件事激起我改造小房子的兴趣，想要来尝试看看。而今天这3间小卧室，我设定了一个共通点：木质。使用的家具会有很多木头家具，或是木头色系等等。好的，那我们就开始进行布置吧。好的，这是第一间4×4大小的房子。我也希望在左上角放一个床头柜，那这个床头柜我会先用一个普通的大一点的柜子，但这个柜子呢，我会把它转向，那我不需要这个抽屉，我只需要这个柜子的形状。那床头柜前方我们就会放一个双人床，床头柜上方我们会放一些有生活感的小物品，像是闹钟，像是平板电脑，当然有很多可以替换。这时候有没有觉得床会空空的呢？那我们就放一盆植物。床的旁边我们就放书桌，还有它的椅子，而这色系还蛮一致的吧。另外一边我们放灯。一进来的这个墙壁我们也装潢一下，放空调，还有一个有生活感的海报。旁边则是书桌上方的这个墙壁区域，我们就放台灯啊！我这才发现，原来他的书桌有台灯哦。哎呀，没关系啦，就放吧。书桌的墙壁放上植物，这样就可以跟斜对角盆栽做对应。我想要特别提起的是灯旁边的这个相框。这个相框放的是摄影的照片，不一定要高高挂在墙上，就是放在天地上的地方，觉得很好看，对吧？其他区域再装饰一下。最后我们放上一盏灯，裸灯泡。这个裸灯泡是最后的点缀，很有生活感吧？我自己很喜欢这间房间啦，你喜欢吗？完成，让我们一起看看完工后的样子吧。接着，我们前往第2个房间进行布置吧。我们来到了第2间房间，开始进行改造咯。房间大小一样是4×4，左侧我会先放上柱子，右侧我会放上分隔墙，分隔墙前面再摆上柱子。这样子的效果就会空出一格，可以看得到原本主题墙的样子，那其他地方就挡住，维持房间原本的设定。这边摆上分隔吧台，作为床头柜来使用。摆上床，旁边也放上桌子，桌子上面可以放一些生活上会用到的东西，像是平板电脑，像是书本。那我这次选用的是平板电脑。而且画面选用的是电子书籍，就可以看完电子书然后就睡觉，是这样的一个设定。再来我们要稍微调整一下主题墙的部分哦。如果直接空空一大片，虽然这样也很好看，不过我还是想要做一下调整。像是最上面我会想要放百叶窗，其实我只是不想要做一大片的窗户，我想要上面稍微用一点东西挡住。下面只是放上窗户。旁边我会再放上空调，虽然有分隔墙挡住，但是空调在一个分隔墙后面，这样放起来的效果会是这个样子，不觉得也很好看吗？
那分隔墙前面这个区域，我也想要放一个北欧风柜子。这个柜子上面我会放比较大台一点的电视。这边就是这个房间一个很重要的亮点，它的生活感的重点。好的，再来放上椅子，椅子后面有点空空的，我们放上盆栽，绿化一下环境。而且这个盆栽放这个位置，斜对角就是那个墙壁主题墙，窗户，对，就是那个光显森林的部分。好，地毯摆上去，还有脏袜子摆上去，这个地方放上了一双袜子，好可爱哦。墙壁也布置一下吧。最后放上一盏漂亮的灯，就完成咯。让我们一起看看完工后的样子吧。接着，让我们前往第3个房间进行布置吧。来到了最后一间房间，这间房间一样是4×4，但我会让这间房间变得比较充实。所谓的充实就是，这一间的空间规划跟前2间稍微不太一样。第一，我让它设定没有窗户；第二，我会拆成4个区域进行布置。分别是有书的地方、可以躺着的地方、收纳的地方、有生活感的地方。总之就是东西比较多，看起来比较拥挤。嘿嘿，好，开始吧。房间最里面我会先放上木质书架，旁边放的则是隔间帘。这个隔间帘我在这边设定的是，它是通往阳台的入口，所以它在这里的角色其实是门帘。书架前面我想要打造一点点书香气息，所以会放上一些柜子然后会有一些书籍物品。这就是有书的地方。旁边则会放上床，很好，卧室的感觉终于出来了。这就是可以躺着的地方。床旁边则会摆上柱子，作为一个空间上的区隔。柱子旁边会放衣柜，这就是所谓的收纳的空间。再来，我们要打造有生活感的地方。有生活感，我想要给它一盆植物，然后有坐垫，还有桌子。桌子上面可以放一些瓶瓶罐罐。在墙壁也装潢一下，我想要再给它多一点点的生活感。给它放这一串星星好了。这很像可以在大创买到的东西耶。衣柜上方我会再多放一个简约壁架，因为这边是被我设定成收纳的空间。最后再摆上灯，很符合这个空间的一盏灯，那就完成咯。让我们一起看看完工后的样子吧。
以上就是今天的3个4乘4木质系疗愈空间，你最喜欢哪一间呢？留言告诉我吧。希望你会喜欢这次的影片，喜欢的话再邀请你按个赞，并且订阅兔兔安的频道。你有想要看什么风格的布置吗？欢迎留言给我，或是来看看我的直播，一起互动哦。今天先这样子啦，我是兔兔安，我们下个影片见，拜拜。